你们找工作的人觉得很难找工作，我招人的人我也觉得很难找人。如果就是所有人都可以上，也可以所有人都不适合的岗位，反而是最难招的。我们来上班，我们只是同事关系，我不是来交朋友。我们上一期主要是针对一个创业者，你来这里，你大概需要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分享了一些经验。那我们这一期主要聊的就是，作为一个打工人，如果我从中国过来，我只想安安分分的打一辈子工，那我如果作为一个打工人，我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才能被两位老板给看中，才能有机会去你们的公司去工作？那我们现在先了解一下你们做的这个行业的，你目前这个生意的规模，大概有多少员工？你可以先。我的诊所就包括我在内，大概是10个人左右，然后5到6个人是 full time 的，然后另外4个人他们是 part time 的一个状态。你呢？我很小，我就一个 ，OK， 我只有一个就是固定的员工。这边的岗位很简单，就是我是医美店嘛，所以就是美容师和那个医美护士，就是注射师，然后呢就是前台。然后我们后台是有1、2个人是只是去 follow up customer service， 其实平时是不在店里的，所以我们这个规模还是很简单的。我这边就更简单了，因为我是属于还是一个创业的初期阶段，而且因为在加拿大这边做活体跟国内不一样，国内讲究规模，讲究大，加拿大这边讲究比较精，这个密度一旦非常高了以后，你猫狗这个得病的几率就会很高，所以我们这边更精一些，然后品种想做的更加就是很精炼，我们只做一个品种，所以我这边暂时就只有1个员工，而且我觉得，因为我这是比较初期的阶段啊，我还是觉得这一个都没有办法做得了我1/3的工作，就是你们可能有比较就是专业或者是比较 specific 的条款我今天做这个注射是需要做什么，他们已经很清楚了。我们那边是更属于一个比较个性化，或者就是根据每一天发生的状况，你有不同的反应。其实很简单，就是你观察每只猫咪的状态你能不能根据它的猫咪的状态判断出你今天要做什么事情？你是要帮它吃药，你要给它喂药，还是要给它清理？这个完全是看自己个人的一个判断，就是你没有一个很固定的 job duty， 对，是的，然后你也没有很固定的 protocol， 对，就是如果出什么问题，他们就必须要就是自己会找活干，对，要眼里有活干，没错没错。但这个反而在这边是恰恰是最难达到的一个效果，就是所以我当然是最希望我的员工是有责任心，他真的有把猫咪的生命当成生命在看，而不是把它们当成一个商品。所以就是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challenge。那你这对员工的要求非常高啊，就是对，你们也可以说高，也可以说很低。这个其实你是不只是你这个行业，每个行业都是这个 challenge，就是你想要他眼里有活儿比较难。这个年代就是我不知道我是80后，我也是80后87的。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就是会主动找活干的人比较多。现在我都不说90后了，现在都是00后了。90后还好一点，我是90后，就00后好像比较难。以后你找不到00后员工了，自从说了这句话以后。你现在的这个员工的主要的年龄分成是在00后吗？我的主要是在90后90后，也有00后的，就是每个他其实每个 generation 他都有工作努力和工作不努力的。但现在这个社会可能因为这个社交媒体，大家每天都能看什么抖音啊 TikTok，大家都能看，就让很多小孩他就是直接就想躺平。他没有我们当年那个阶段说是我今天出来实习，你是我师傅，我肯定要就是跟着师傅学东西。他没有那个概念。那因为你们都是老板嘛，我以一个打工人的角度我来看，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像你做到你说的那个眼里有活儿这种状态，主要有2个原因。毕竟你们是在这个行业干了很长时间，比如我来你这里打工，我是刚接触这个行业嘛，我对它没有那么了解，不可能像你一样做的面面俱到，能做到你想要的那种状态，这是一个经验的一个限制。还另一个呢，就是你说的，我就打工，我就为了挣钱的，我不可能做的像你一样那么去投入，
全身心的去干这件事情嘛。我到点了，那我肯定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去做嘛。所以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看，无论是90后啊还是00后，可能不可能像你一样那么去拼。那么去做，而且我理解，我没有说他们这样不对，因为毕竟这不是别人的 business， 对啊，别人就是过来挣你一份工资的，所以你还是把你的那个 job duty 写清楚。对，我们发现就是要写的非常的，比如说3天清一次猫砂盆，彻底清洗一次，几天做一次消毒，要用什么消毒液，然后如果看到眼睛红到什么程度，要用什么药。或者你要到什么程度要跟我们说，就是可能要做到非常非常详细才可以，要么不然大家就会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判断嘛，就容易会就是没有办法按照我们想要的这个东西。对，你期待他们自己判断不太可能。你知道，就是加拿大这个社会，不只是就是你的员工，他其实在任何一个领域。你想要这个人，你告诉他要做一件事情，他给他这个 instruction 都是非常具体的。你知道我们是学护理的嘛？护理你第1学期有一课就叫铺床，就是护士们怎么在医院给别人铺床。他居然写了100多个步骤，你敢信？就他这个铺床这一课，他有100多步骤，当然不可能所有的人去 follow 你这个，但是他说先到左边这第一个角把它弯过来，还是什么要让这个床这个罩子没有任何的 wrinkle， 它任何一步它都有 indication，所以到最后如果你没有做好，你的老板就会把这个东西拿出来说，这个是我对你的要求，然后这个你没有做到。也好，有据可查。对，到最后就是当你企业规模做大了以后，你肯定是这个一本本的一条条给他们讲清楚。对。那你们跟员工的相处的模式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因为我在国内也是工作过嘛，你知道国内的老板就是给你画大饼，说这公司都是大家的，大家好好干会怎么样，然后还经常喜欢占用休息时间去搞团建，好像觉得感情会被凝聚起来，就会更为公司去做了。我不知道你们是在这边是跟员工是怎么样相处的模式，就是下班之后就不联系，也没有什么私下的来往吗？完全不联系，他们偶尔其实会给我发一些他们在外面吃饭开心的照片，但是其实我也不想别人包的我，就是我已经下班了，除非有 medical emergency， 但大家都不要给我发短消息就是工作之外你就没有任何交集和联系了。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人就是不明白一个道理我们来上班，我们这是同事关系，我不是来交朋友的。如果咱俩现在在同一个单位上班，我俩成为朋友，我觉得我真的是就是祖上烧高香了。这是一个幸运的事情，但它不是一个 must have 的事情，而且就是人保持一个距离，其实距离产生美，边界感是吧？对，这点真的是很重要。有了距离感，他才会真正把这份工作当成一份工作在做。因为如果你变成他的最好的朋友，他不再会把工作就是分内要该做的事情，觉得他真的是应该要做好，他反而觉得我是在帮你我在 do a favor。你们说的这个距离感，我觉得特别重要。就中国无论是老板还是家人都没有距离感，没有边界感。就是他觉得，就比如说国内的老板嘛，他就想尝试跟你交朋友，你的私生活他要去干预。就比如就像我说的团建这种事情，我明明不想参与嘛，你还要占用我周末时间和你们一块去吃饭玩，还要表现的我很开心的样子，其实我一点都不享受。我想我自己在家里待着，我觉得挺好。对，好像他们是想通过就是跟你拉近距离，然后去 take 一些 advantage， 让你好像不好意思去拒绝我。对，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它可能是一种洗脑方式，但这个我觉得我没有说团建或者是像以前老板给你们画大饼这个东西不对，它这个东西存在，它肯定成功过，但是它可能是比较老的一个方式了。现在人他不那么容易被人洗脑。当地加拿大人他们的边界感非常强，就像你说的，我即使是跟这个当地的姑娘谈恋爱，我依然觉得跟她是有边界感的。她整天把 Thank you, I'm sorry 挂在嘴上，你就觉得他好像挺陌生的。他跟中国人的处事的方式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他们始终会有一个边界感，哪怕和自己的父母和家人，他们也知道哪些事情是我要管，哪些事情我不应该去问。对你们这一点，我觉得我觉得还是现在这些就是还是喜欢给别人画大饼或者是搞团建的这些老板们要改一改思路了。这件事情现在已经不那么流行了。那现在无论是在加拿大还是在中国找工作都非常困难。那你们会面试一些求职者，有没有一些让你们印象深刻的求职者？然后你对这个正在找工作的人有什么建议吗？
现在其实是双向难。你们找工作的人觉得很难找工作，我招人的人我也觉得很难招人。你先告诉我，你找工作的人是怎么想的？你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我们觉得市面上这个工作非常难找，就比如说我去投简历，我投了30份40份，没有一个人回应我，那你为什么又会觉得这个很难找到这个来应聘的人呢？或者说你收到很多简历，你找不到你适合的人，是这个意思吗？可能我的情况不一样，因为我没有很 active 的在招人，因为我的状态是挺好的。但是我给大家就是投了几十份简历还没有得到回应的人一个建议，你看一下你的简历是不是有问题。因为老实讲，现在大部分公司，特别是大公司招工，它不是人来看你的简历，它第一步是 AI 或者机器人在搜 keyword。要搜 keyword， 而且我当时老实讲，我刚刚从学校毕业的时候，谢谢。我投过2、3份简历，然后我没有听到任何回应。那这时候呢，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印度人，我跟你讲，很多事情跟印度人聊一聊是对的，就他们在就是学术这方面是很厉害的。然后我就说，哎，我简历投出去没有人回应，哎，他说你的简历有几页？我说4、5页吧。他说简历不可以超过2页。一个 cover letter， 还有一个就是你的一个大概的一个。他说没有人会有兴趣去看你的那个4、5张纸，然后人家这个招工的人，他上面写的一些 keywords 你要放进去。他说我要这种性格的人，你就把你的自己的性格放进去。其实到最后决定你能不能拿到这个工作，还是 interview， 还是对方跟你 in person 讲话，但是你不能死在第一步那个大浪里面。你们是喜欢和什么样的员工来共事？他有什么样的性格或者什么样的闪光点是你想要的？性格其实对我来讲不太重要，就是对工作的责任和态度。责任感，对。就是对我来说 ，being punctual 非常重要，就是不要迟到。现在小孩就是说，我听很多人跟我讲说，现在小孩都可能就是说，突然间他就不来上班了，他也不跟你讲他为什么不来上班，他就直接就 quit 了，他都没有一个，就至少人要稍微有一点点责任感吧，就是比如说你今天我给你安排的工作是10点开始工作，你的工资是10点到6点，你不能 exactly 10点出现啊，你不能有的人他就10点05、10点10分他就出现是很正常的。在我们80后的脑海里面，我10点开始拿工资的，我是不是提早1刻钟出现，把自己准备好，让前一个班的人可以准时下班，这是一种礼貌。现在人没有基本的 social courtesy。基本礼仪是吧？对，这是基本礼仪。像现在小孩好像不太有，小孩们听一下。起码就是我在我们工作的时候我提前15分钟半个小时到，我桌子擦一下，然后把水倒好了。然后真的老板开始10点钟给我工资了，我10点钟已经坐那里拿好鼠标准备开始做事情了，而并不是你匆匆忙忙过来然后补个妆，对吧？然后我倒杯水，倒个咖啡，然后看个短视频，然后再正式开始，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已经半个小时过去了。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就是作为老板们，你不能要求你的员工是什么性格，你一定要是非常开朗的，或者你一定要是这种经验工作的。每个人他都有性格，让他保持他自己的性格，但就是基础的东西做好了。其实如果你把你基础的事情做好了，你的老板还是整天盯着你的话，那你就换工作，那老板不太行。但是这边的求职的话，你们不会问家庭背景吧？就比如说你有没有结婚啊，然后你有没有需要不会问到这么低调。对啊，你不会问，但是他们也不会主动讲。对吧？这边就是你简历上你是不可以写自己的生日，不可以写自己的星座，不可以写自己的人格，因为这其实是我们讲到是一个不公平对待。这边简历你其实都不应该放自己的照片。就是国内要放照片吗？对啊，国内还要 P 啊，人家要看起来长得好看嘛。对，身高体重都要放。对，这边是就是 HR 他不能根据你的形象，对，还有你的年龄来 judge 要不要给你这个工作 offer。那所以你们在找员工的时候，你们会额外的关注他的那个性别吗？就比如说男性员工或女性员工。我不会啊，因为你们也有男的。我有2个男孩子。真的哦。我有2个男孩子。你知道现在在中国职场，女性她作为一个打工人的话，她会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尤其是她会有一个哺乳期，她作为一个妈妈，她会有更多的挑战。那你们作为一个女性，同时又作为一个老板的话，你认为在女性在工作的过程中会面临哪些的困难和挑战呢？
你比如说我诊所现在最近正好有一个护士怀孕了，她可能8月份要生小孩，对她来说，我觉得她自己是有心理压力的，因为我们这种工作，你跟你的客户一个长期，因为客户基本上每2-3个月会回来找你一下，就是做一些项目，如果你离开超过3-4个月甚至半年的话，其实对你的工作的影响是很大的。然后我作为他老板，就是我给他的一个 support， 就是说，你还是 take 你自己时间，因为他是白人嘛，白人不会像我们那么卷，那么快要回来，对不对？就是你自己看身体恢复情况，然后你不在这段时间，我们尽量帮你把你这些客户给消化掉。但是他，因为我觉得他自己也应该知道，就是说时间长了对他自己也不好。但这个就没办法。我说让你老公休产假，这边男的也可以休产假呀。对，是的，大家是平分的嘛。对。而且我就说你不用每天就是工作个8小时，你回来你每天工作2-3个小时嘛，我都让他们自己定工作时间。对，这边反正就是感觉上，就刚才你所谓的这个可以让老公休产假这个问题，在中国我不知道是具体是什么情况啊，但是这边真的是比较灵活，家里谁更有能力，或者说谁的机会更好，机遇更好，或者谁现在有一个很好的 connection 想做下去。夫妻之间互换角色是一个很普通的事情，而且大家都是可以理解，并不是说传统的男强女弱或者女强男弱，这个东西是可以在人生的不同的阶段来做不同的替换。那现在哺乳期可能或者生宝宝的阶段，那本身女生就是需要更多在家休息，那男的就是在外面可以多去做一些。或者如果像你这种情况，就是你刚才说这位员工这个问题的话，他可能自己的客户管理是需要一直有 update， 那可能男方那边多花一些时间多一些家庭上的工作，然后让女性可以尽快的回到职场。我觉得这个东西在这边还算是比较灵活。那我们诊所还不太一样，就是我其实 encourage 他们把小宝宝带来上班，是吗？这样可以吗？就我们轮番给他看呗。因为去年1月份的时候，我有一个护士刚刚生完小孩，然后他就想回来上班，但是家里没人给他看，他就把他小孩带来，然后我们就轮番玩小孩。这边不是政府有提供免费的托管吗？日托？有，但你要排队，你要提早排。我建议大家，如果说是你今天刚刚生完小孩，你在医院里躺着没事干，就把电脑打开，把 daycare 那些 list 全部去排上。那这边据你们了解啊，政府给女性这个打工人除了这种免费日托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扶持和帮助啊？就帮助女性快速回归职场。你有了解吗？我真没有，这个我还真的没有了解过。他除了给你领EI，就是哺乳期的，他并没有，他这个系统没有 push 你要回岗位，他并不会很着急让你回岗位，他就是你可以拿到 EI， 应该是可以拿到你之前工资的70%，70%，现在70啊。EI 那个我记得是50还是60 ？Maternity leave 好像是70%，可能现在变了。我生孩子都10几年了。哺乳期间这个公司不需要给，政府给是吧？政府给。对啊，那对啊，那对你们这个公司来说，其实就没有什么迫切的压力，让他赶紧回来工作，对吗？对。中国那边好像是公司需要给的。他这个制度吧，就是说咱俩是对立关系，但如果说把这个关系弄成一个三角关系的话，谁都不影响谁。那是的，那既然是政府给钱，其实你也不介意他要休多长时间。对，这边是政府给钱。对。而且产假的时候是父母，就是双方可以平均分配，或者男方可以多 take， 女方可以少 take，所以相对于比较灵活一点。这个还是比较人性化的，不会导致这个老板和员工产生一种对立的关系。对，而且就是我们是帮员工的，我是希望他就是领满他所有的 EI。对啊，一般是几个月啊？现在18，应该18个月啊？我印象中是18，就是父母双方可以平分18个月，1年半呀。对啊，比如说你休10个月，你老婆休8个月，就是之前他平均工资的70%啊。我印象中是50、60，但是因为我也没有接触过，我印象中是70。那应该是。然后而且你们俩就看你们俩谁工资高呀？那对啊，那肯定是谁工资高谁去休啊。对呀，对。然后你就看孩子呗。所以这边马路上都是男的在看孩子啊。我现在发现其实注射师不难找，注射师不难找。对我这个行业来说。其实前台和美容师很难找，美容师非常难找，不知道为什么。
一是就是政府其实要求，就是理论上来讲，你一定要是有2年的这个 college 的一个文凭。但其实现在很多店但这也不是一个硬性的要求，所以很多店的美容师他其实是没有那个文凭的。然后这个我觉得任何东西跟这个手工有关的，就是比如说你俩都是美容师毕业，但你俩给我做脸，我肯定体验感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操作方法不一样，所以这种就是你把它规范化就很难。前台也很难找，就前台就是你刚刚讲的，就要眼里有活嘛。对。那眼里有活的人肯定是很难找的。会不会我可以理解成就是有专业技能的会更好找一点？对，如果就是所有人都可以上，也可以所有人都不适合的岗位，反而是最难找的。就你比如说你找工程师，我现在就是这个工程师就是用来修这个机器的，他来他就是修机器，因为他不需要别方面的能力，他只需要有这个专业技能就可以。对，但反而就是说，就是前台他又要接电话，他又要干嘛干嘛，就是我是那种不喜欢看到地上有任何一根头发的人。然后，但有的人就说啊，有头发有头发吧。那我们2个的就是对卫生的一个那个标准就不一样的话，这个时候我就会说，啊，我自己去剪头发。对 ，take a deep breath。那我综合一下，我就知道什么样的人适合来加拿大了，就是有专业技能，并且能平移到加拿大的，就比如说水电气暖，是吧？在国内能干，来这儿也能干。哎，这个好像也是要专业 license 的，而且这个很难考。对，但是他国内的经验在这边可以用得上。对，他应该就是学会比较快，他有 common sense。对。然后就像我们这种学文科的，不能平移过来的，然后就不能干专业性的工作的，那你想过来干的话，就要成为一个眼里有活的人，就是或者在这边快速的可以学到一个专业技能，这边 college 也很多专业18个月就可以出来。我觉得就是术业有专攻，你去了学校以后，你就盯准一个东西，你将来就要做这个。我觉得我一直跟我朋友讲说，我说在加拿大你做东西要做垂直，你把一件事情做好了，你就很成功。我朋友圈有一个人，他只做那个车房门，他就是帮所有人装车房门。他来，你让他来，我特别喜欢叫他来，他来就是他自己一句话不讲，半小时给你全部装的非常好，然后收完钱他就走。你看他只装车房门，但是他能养活一家人，就很专业，是吗？就很专业。当你什么都想做的时候，你的那个就是专业性不强，反而不好。今天感谢2位来这里陪我们大家聊天，谢谢杨谢谢。